第81章愚者的眷顾。只要确定下落，就能拿到1000镑。这样的委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香树叶酒吧外面的马路上，达尼兹略显兴奋地搓了搓手，握拳打了下人高的铁黑色煤气路灯杆，似乎恨不得立刻满城转悠，找到那个叫做伊莲的红发女子。对他来说，1000镑并不是小数目，这足以让他在拜亚姆的房产再增加一栋，只是不会在最繁华最值钱的几个街区。他先前拿到的精灵飞毯，估价也就是2-3千镑的样子，而这是对抗钢铁麦维提与血色荆棘亨特利等危险家伙的收获，与轻松简单的寻人任务没有可比性。走在侧前方的克莱恩拿着报纸包裹的，花费了他足足15磅的符咒材料，略微放缓脚步，扫了达尼兹一眼，没什么表情的开口道：5500镑。达尼兹的兴奋顿时凝固在了脸上，他这才记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别的海盗和冒险家眼里，自己就和红发伊莲一样诱人，别人不需要和他战斗，认出他的身份后，直接向军方、教会、警察局举报，就有可能拿到超1000镑的赏金。毕竟他已经是5500镑身价的大海盗，他去寻找红发的伊莲，就等同于身段婀娜、容貌姣好的女士进红剧场娱乐。够是。达尼兹面目狰狞地吐出一个单词，中间的发音拖得极长。与此同时，他自动自觉地抬手拉了拉鸭舌帽，让前面的帽檐变得更低。给达尼兹泼了盆冷水的克莱恩恢复了正常的行走速度，思考起怎么寻找红发伊莲的问题。缺乏媒介和必要的信息让他难以使用占卜的手段，只能考虑别的办法。发动下属做全程排查，这是教会军方和警察才能办到的事情，即使本地的黑帮也难以完成。等等，我好像也可以。我现在是海神卡维图瓦，我的信徒遍布拜亚姆，遍布蓝山岛。我做一次广播，不，做一次面向所有信徒的神谕，就能让他们帮我排查寻找红发伊莲。但这会不会显得太没有位格了？为了1000镑就做这种事情，神也是要面子的。如果我是真的海神，也不会在意这些，但我是在扮演卡维图瓦，必须尽量维持神灵的尊严。卡维图瓦濒临崩溃，迫切需要找到拉蒂西亚和他的手下时，也没有做神谕广播，只是给了中高层的部分信徒命令。我可以改变他的戒律，算是重塑形象的一环，但不能显得太低端。这应该也是真实扮演的要求。单纯给卡拉特、埃德蒙顿等人神谕，也难以很快组织起排查，而且他们必然会放大问题的严重性，将事情弄得很大，后续就不好处理了。还有一个办法，把无线电收报机再次丢到灰雾之上，过几天尝试联络魔镜阿罗德斯，询问红发伊莲的下落。这时得小心，预先得做好准备，用占卜进行确定，不能收到来自真实造物主或原初魔女的奇奇怪怪电报，那哪怕只看了一眼，多半也真疯了。克莱恩迅速有了想法，登上了停在街口的一辆出租马车，达尼兹按着鸭舌帽紧随其后。回到蔚蓝之风旅馆，克莱恩边取下帽子脱掉外套，边对达尼兹道：如果你船长有托梦给你，就询问下红发伊莲的情报，他应该不知道，否则我不会不认识这个红发的伊莲。达尼兹嘿嘿笑道，也不知道谁在找他，竟然舍得付出1000镑。他思绪飘飞，畅想起一段堪比罗塞尔大帝那些小说的感情故事。克莱恩瞄了他一眼，不经意的提到：今晚我监听，你监听。达尼兹一下回神，怀疑自己听错了，对克莱恩点了点头。格尔曼斯帕罗见我太疲惫了，这家伙虽然疯狂了点，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搬西港的时候，为了些不算理由的理由，居然决定冒险去救人。达尼兹暗自感慨了几句，拿着无线电收报机和相应的物品，克莱恩进入卧室，反锁住房门，用献祭仪式将他们丢到了灰雾之上。做完这一切，他没急着离开巍峨的宫殿，招手让海神权杖从杂物堆里飞出，浏览起不同之人做出的不同祈祷，积累千人千面的经验。这个过程中，他时不时做些回应，就像对玩具还有极大新鲜感的小孩。就在克莱恩的浏览接近尾声时，愚者的座椅旁忽有不断荡开涟漪的光圈浮现，有人在向我祈求，在向愚者而非海神祈求。克莱恩挑了下眉毛，蔓延出灵性，浏览起光圈内包含的场景。恩马特港，一个窗帘紧闭的房间内，身披黑色古典长袍的艾德希兰忍着内心的冲动，对面前青春甜美的少女丹尼斯道：神灵的恩赐就在我们体内，
但想要获得它，必须有导师指引。你的灵魂是纯洁的，是神灵所钟爱的，我将亲自为你指引。这个过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我，听从我。在此之前，你有什么想问的？艾德希兰是一个骗子，最擅长的就是建立邪教，骗财骗色，然后再规模扩大，被警察部门注意到前，果断逃跑。这一次，他从贝克兰德过来，伪装成了首都地区不少黑帮成员在寻找的愚者卷者，于目标人群里初步发展了一批信徒。他谎称愚者是风暴之主的化身，将在末日时为拯救信徒降临，这是不能广泛宣传的，只能在暗中传播的秘密，否则会引起其他教会其他神灵的注意。只有受到挑选的人才能提前信仰愚者，第一批获得拯救。为了让自己更有说服力，他在贝克兰德时花不少钱买下了写有愚者尊名的纸张。对于纸张上的内容，他的评价是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丹尼斯有些畏惧又有些期待地问道：卷者大人，为什么我们诵念神灵尊名时没有获得过回应？我们不是被挑选的将沐浴神恩的人吗？我马上给你神恩。艾德希兰吸了口气，压制住了脑海内的旖旎画面。2个原因，一是你还没有发掘出体内潜藏的神灵的恩赐，等下我会帮助你完成；二是你不够虔诚，不要辩解，我能看穿你的心灵。等你做到了这一切，你就能诵念出真正的神灵尊名，从而获得回应，就像我一样。艾德希兰在丹尼斯又崇拜又好奇的目光下，拿起旁边桌上的钢笔，刷刷刷写下了一行单词，那是祭祀用的赫密斯语。为了让骗局成功，艾德希兰掌握了不少宗教知识，甚至去大学偷听过历史系、考古系的课程。他握住纸张，当着丹尼斯的面，得意地念出了自己刚才书写的赫密斯文。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紧接着，艾德希兰半闭起眼睛，张开双臂，梦一般说道：我感受到了神灵的眷顾。这时，一道银白的闪电凭空降落，劈在了艾德希兰的头顶。滋的一声，他身上细小的电蛇乱窜，于神灵的眷顾中倒在了地上，体表迅速焦黑，肌肉剧烈抽搐。几秒后，他在丹尼斯·艾德希兰大人果然是神灵眷者的惊叹声里停止了所有动作，包括呼吸。丹尼斯终于察觉到不对，小心上前，提裙蹲下，将手指放到了艾德希兰的鼻端。他死了，他死了！丹尼斯猛地退后，惊恐地摔在了地上，他吓得哭了出来，跌跌撞撞跑出房间，直奔附近的警察局。灰雾之上，克莱恩默默收回了海神权杖，居然敢用我的名义骗取财物，玷污女性。他嘴角抽动了一下，恨不得再给那个叫艾德希兰的家伙一闪电。这就叫鞭尸。那女孩应该会报警吧？这种案子必然会转给相应的非凡者小队，不知道会是职业者还是代罚者机械之星来处理。被 A 先生那么一弄，我愚者的名声在贝克兰德并不小，也许已经在官方组织有了档案。他们说不定会把所有情况集中起来，交给红手套或类似红手套的队伍专门处理。克莱恩以前职业者的身份和见识，思考着后续可能的发展，不过他很快就把这事抛到了脑后，因为怎么样都查不到他。克莱恩将海神权杖扔回了杂物堆里，准备返回现实世界。突然，无垠灰雾里静静悬浮的那些深红星辰中，有一个突然发亮，扩散出如水的光芒。它膨胀又收缩，收缩又膨胀，异常显眼。而这是不属于塔罗会任何一位成员的深红星辰。今天还真是忙啊！会是谁？像正义小姐、倒吊人先生、小太阳他们一样，依靠某些物品与灰雾发生关联的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蔓延出了灵性，不做回应，只是浏览。第82章知识逐人。随着克莱恩的灵性触及，不断膨胀和收缩的深红星辰展现出了它包含的画面和声音。一位穿着古典长袍的黑发女士倒在地板上，痛苦而扭曲地蠕动着。她一手捏着看似普通的星象仪，一手紧握不到小臂长的短权杖。强烈的求生意志几乎突破深红星辰的束缚，直接传入克莱恩的耳朵。和正义、太阳等人一样，这女士的身影显得颇为模糊，难以辨认出具体的长相，但有些东西克莱恩还是能清晰看到，比如她有五官，比如她脸颊的肌肉在裂开，里面血肉凝缩，仿佛化成了眼珠，比如她耳朵外伸扩展，如同喇叭，比如
他手指在地板上抓出了一道又一道鲜明的血色痕迹，比如他的上方有一双冷酷无情的、没有睫毛的、近乎透明的眼睛。黑发女子的变异并没有一直严重下去，她的身体在顽强的自我修复着，让眼珠般的血肉化去，让裂开的肌肉凝合，让外伸的耳朵内缩，每个细节都呈现反复拉锯的状态。那双虚幻透明、没有睫毛的眼睛让克莱恩恍惚了一下，似乎回到了廷根，回到了初次掌握灵石那会。他当时看见老尼尔的背后就有这么一双眼睛。隐秘贤者，克莱恩往后靠住椅背，将手一伸，握住了再次从杂物堆里飞出的海神权杖。他打算顺手帮的忙，给那双邪异的眼睛几道闪电，但仔细分辨后，他敏锐察觉黑发女子的异常来源于别人无法听到的疯狂呓语，因为一切的源头在耳朵位置，在灵体深处，在精神体上，和魔术师小姐遭受满月呓语时的状况很像。还好我是有经验的人，否则就要做出错误的应对了。克莱恩思绪一转，已是有了救人的办法，那就是将对方的灵体拉入灰雾之上，直接屏蔽掉疯狂的呓语。只要没有了源头的力量，变异将很快被女士肉身的自我修复本能解决。至于对方是否不值得救助，是否怀有歹意等问题，现在的他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困扰。如果黑发女士罪恶深重，在她已经通过器物与深红星辰、与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建立起联系的情况下，克莱恩随时能给她几闪电，让她去她该去的地方。真有什么歹意，或者会造成什么意外，拥有海神权杖、黑皇帝牌，且能初步撬动灰雾力量的我，也不是没有抗衡之力。克莱恩右手握着白骨权杖，遥遥点了一下对应的星辰，他的灵性豁然奔涌，灌注入那如水流淌的深红光芒内。这一次，他较为轻松的就建立起了神秘而稳固的联系。黑发女士的身影瞬间呈现于青铜长桌侧方，坐在了一张不属于塔罗会当前成员的椅子上。而克莱恩透过深红星辰展现的最后画面，看见对方身体的变异已明显减弱。他微不可见颔首，耐心的等待对方开口。黑发女士依旧有些恍惚，前一秒还挣扎于极致的痛苦里，眼前逐渐发黑，后一秒却来到了一座穹顶高耸的巍峨宫殿内，下方是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的安静灰雾。这如何不让他呆愣？短暂的静默后，他望向悠闲坐在斑驳长桌最上首的身影，语气飘忽的问道：这里是冥界吗？你并没有死亡。克莱恩笑了一声。这个时候，他看见黑发女士那张高背以后，染着星辉的象征符号飞快移动，形成了一双含着无数璀璨星辰的、冷酷淡漠的、没有睫毛的眼睛。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认为这是代表窥密人途径的符号。黑发女士一下怔住，逐渐找回了理智。她本能的悄然的环顾了一圈，最后将目光投到了被灰雾笼罩着的那个神秘男子身上。白衬衣，烟尾正装，未打领结，黑裤子，斩亮皮靴，发色偏黑，长相模糊，这没有古怪的地方。他手里很随意的握着根比手臂略长的乳白色权杖。那权杖，黑发女士的瞳孔一下收缩，眸子深处倒映的尽是青蓝色的宝石和她几乎搅动四周的大海与风暴气息。另外，她周围缭绕的难以数清的光点自然而然给人一种神圣威严的感觉。这是一根半神级的权杖，在她手里就像是一个玩具，她一点也不在意它。黑发女士微眯眼睛，谨慎问道：我该怎么称呼您？你可以叫我愚者先生。克莱恩熟练的回答。愚者。黑发女士咀嚼了下这个单词，斟酌着说道：我从极光会的C先生那里听说过您的尊名。他等待着承认或者否认。认识极光会的C先生，这也算是老朋友了。克莱恩笑了笑，未作回答，转而说道：你不准备自我介绍一下吗？这应该是最基本的礼仪。黑发女士这才回想起自己刚才遭遇的事情，再次静默下来。过了几秒，她嗓音有点发沉的开口道：我叫加德利亚，有个星之上将的绰号。愚者先生，是您救了我吗？星之上将，7位海盗将军之一的星之上将，悬赏金额37000镑的星之上将。我这是救了一个宝藏，不，一个身份不低的人啊。克莱恩半是诧异半是调侃的略微改变了坐姿，他轻笑回答道：事实不是很明显吗？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当即起身道：感谢您的救助，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都可以直接吩咐，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
并且不违背我的原则，挺会做人嘛，很老练，很有经验，不愧是名声传扬多年的星之上将。克莱恩莫名竟有些感慨，他的塔罗会成员们，除了倒吊人和自己的化身世界，初次参与时都相当青涩。正义小姐属于隐约了解点神秘世界，但还未真正跨入的那种。太阳是受教育程度足够，但环境闭塞，年纪较小，显得很醇厚的那种。魔术师小姐虽然成为非凡者已经好几年，但一直停留于序列9，处在野生状态，对各种隐秘各方势力都了解不多，经验也不算足。月亮埃姆林出身超凡种族，背靠一个底蕴深厚的势力，却因为不爱出门，喜欢待家里玩人偶，在某些方面非常没经验，很容易被骗。埃姆林那家伙聪明是聪明，但就是呵呵，他如果遇上特丽斯，不，特丽斯奇克这魔女，能被对方骗的卖人偶。克莱恩在心里调侃了下现实世界里能算朋友的吸血鬼先生。他看着星之上将，没直接回应怎么偿还救命之恩的事情，微笑反问道：“你是摩斯苦修会的成员？”加德利亚不觉得这件事情能瞒过愚者先生。克莱恩笑了笑道：“你刚才做了什么？竟然惹到了那个家伙。”他不敢确定之前那双眼睛就属于隐匿贤者，所以用含糊的那个家伙代替。如此一来，不管怎么样，愚者先生都是绝对正确且有位格的。加德利亚沉默了一下道：“不，我并没有招惹他。”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摩斯苦修会的成员都相信万物皆术，追逐着知识本身。但罗塞尔大帝曾经说过，不是我们在追逐知识，而是知识在追逐我们。隐匿贤者就是知识本身，他在追逐我们，追逐每一个摩斯苦修会成员。当许多的知识灌注而来，却无法很快消化和掌握时，就会出现刚才的情况，要么放开心灵防线，接受隐匿贤者的改造，要么凭毅力支撑，如果撑不住，就会失控。这样啊，并没有专门被隐匿贤者盯上，即使你成功摆脱刚才的困境，也不会被怀疑什么。根据你的说法，你掌握了不少知识啊。当初老尼尔最开始也只是想获得人体炼成和完美复活的知识吧？克莱恩突有唏嘘，但没有表现在脸上。星之上将的风评不算差，属于道义有道的那种。克莱恩收敛思绪，平静说道：“再遇上类似的事情，你可以诵念我的名，诵念你的名。”加德利亚嘴唇翕动了几下，本能想要拒绝，他最终没有开口，静默了好一阵，反复斟酌，反复权衡后，他站起身，双臂交叉放于胸前，微微鞠了一躬道：“我有什么能够为您效劳的？”克莱恩笑了一声，用不甚在意的口吻道：“将来为我的眷者提供一些帮助，遵从您的意愿。”加德利亚重新坐下，慎重问道：“系先生提供的那个尊名属于您？”他旋即将愚者的尊名复述了一遍。克莱恩轻轻点头，表示没错。加德利亚看了眼空着的其他座位，斟酌着问道：“尊敬的愚者先生，这里还有别的人吗？”克莱恩笑笑道：“一些和你类似的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固定的聚会，我是见证者。”加德利亚沉默了足足10几秒道：“我可以参加吗？”他认为既然与愚者这神秘的存在有了关联，那做更多的了解明显好于什么也不做。当然，你有钱，有知识，有势力，有需求。克莱恩悠然靠着椅背道：“可以，不得我的允许，不能泄露出去。”好，加德利亚毫不犹豫就回应道。克莱恩左手食指轻敲，让剩余的塔罗牌局限于青铜长桌桌面，他们以塔罗牌为代号，这是剩下的。你挑选一张。加德利亚扫了一眼，直截了当道：“隐者第83章窥秘之眼。”船长室内，加德利亚缓慢从地板上爬起，沉默着走到书柜旁边的全身镜前。镜子中的他脸上皮肤白皙滑腻，看不见一道裂口，耳朵正常小巧，毫无外扩的迹象，略显深紫的黑色眼眸平静无波，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加德利亚带着点神秘味道的眼睛却能看见更多，藏在皮肤之下还未彻底化开的眼珠般的血肉。痛苦与疯狂在飞快消逝的精神体，游弋于四周的难以描述形体的无数虚幻事物。隔了多个房间，清理着甲板的水手们，几十米范围内的一切没有遮蔽，但异常混乱的呈现于他的世界内。从成为序列5星象师那天起，窥秘人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的他，还隐约能看见周围有一重重仿佛阴影的厚厚帷幕，帷幕之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他。
注视着所有生灵，没有被愚者先生影响的痕迹，这反向说明了很多问题。他直接将我精神体拉入那片神秘空间的能力诡异、强横、隐秘，不是那根半神级的权杖能够比拟的。他虽然穿着时下流行的服饰，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对这种层次的存在来说，于不同人眼里呈现不同形象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他真正的样子恐怕会让每一个直视者失控死亡。加德利亚凝望着镜中的自己，沉默地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对于愚者先生的身份，他不可避免的有些猜测，但这只能是猜测，毫无证据的猜测。他穿燕尾正装不表示他很年轻，刚诞生没多久，也许他的本质是古老，比七神还古老。追逐而来的那些知识告诉我，大灾变前确实存在着更古老的神灵。他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加德利亚无声自语了一句，转身离开全身镜，走回之前痛苦挣扎的地方，拾起了掉落在一旁的框架眼镜。他将沉厚的眼镜架至鼻子上，遮挡住了蒙着身子的眼眸。所有不属于正常视觉内的事物迅速从他面前消失。加德利亚立在那里，再次沉思起愚者先生和所谓塔罗会将为自己带来什么影响。不知不觉间，他脑海内浮现出了一道高挑的身影，耳畔再次回想起那让自己始终无法忘怀的话语：离开吧，你的命运不在我这里，这就是我的命运吗？女王陛下。加德利亚闭了闭眼睛。灰雾之上，古老雄伟的宫殿内，克莱恩手指轻敲斑驳长桌边缘，让上面的塔罗牌全部消失不见。他在思考星之上将加入塔罗会的后续事情。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或许真要脱离安全航道，进入那片神战废墟演化的海洋，以寻找美人鱼的歌声。到时候，畏惧愚者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我掌控的隐者，明显比冰山中将艾德文纳他们这些合作者可靠，借用他的船只更加安全。倒吊人先生是备选方案。星之上将是摩斯苦修会成员，掌握着许多知识，这对塔罗会很有帮助。但于我而言，却存在一定的隐患。愚者先生的形象是建立在高深莫测基础上的，以后得更加谨慎，坚决不做不懂装懂的回答。没有把握的时候，宁愿模棱两可一点，甚至采用神棍式的处理方法。当然，要想彻底解决类似问题，必须尽快提升自己，尽快成为高序列强者，实力要配得上层次，水准要配得上位格。有这么一位序列5层次，手下众多的强者加入，塔罗会的整体实力已经不算低了。拿到海神权杖后，我也不用担心这样的塔罗会成员太强，容易出现问题。希望将来有一天，星之上将这摩斯苦修会成员能成为我报复隐匿贤者的重要帮手。克莱恩吐了口气，身影消失在了灰雾之上。贝克兰德，圣塞摩尔教堂底部，一位戴着红手套的职业者拿着张电报，进入了分配给他们的临时办公室。队长，恩马特港出了点情况。他略显兴奋地对安魂师索斯特道。索斯特摸了摸右鬓的头发道：什么情况？那位愚者的新情况。极光会寻找的那位愚者拿着电报的队员将手里的纸张递了过去。他的回答顿时引来了在场几位红手套的注视，包括角落里将椅子翘起，双脚搁在桌上，礼帽遮面，如在午睡的黑发绿瞳男子。索斯特拿过电报，瞄了一眼，顿时笑道：有人谎称是他的卷者，企图诈骗，结果在诵念他的尊名后，被一道闪电当场劈死。真的有一位叫做愚者的隐秘存在啊！于两起塔罗仪式和愚者相关的卷宗都已交给了索斯特的红手套小队，由他们负责调查，但这是没什么线索，他们也不重视，因为身上还有别的任务。愚者有闪电领域的能力。伦纳德·米切尔取下盖在脸上的黑色礼帽道：谁知道呢？如果他是某位老朋友的化身，提前准备好相应的神奇物品，也能办到类似的事情。这在过去并不是没有先例，尤其南大陆和殖民岛屿上那些伪神。呵呵，那个骗子谎称愚者是风暴之主的化身，这也许就是他被雷劈死，而非其他死法的原因。索斯特悠闲地将电报扔到了一旁。伦纳德瞄了一眼，收起双脚，半侧身体，轻声笑道：不打算查一查？怎么找？你伪装成无知者，诵念他的尊名。索斯特嗤笑了一声，这很大概率抓住那个愚者的尾巴，但我基本也就告别这个世界了。我的梦魇消化进度不错，刚又弄到了件好东西，前面还有很多序列等着我，我哪里舍得安眠？
伦纳德捋了下垂落的发丝道：“可以找几个死刑犯来试一试，但他完全也可以不做响应。”索斯特摇了摇头。可以从那2起涉及塔罗仪式的案子开始，我越来越觉得这与愚者有关。首先，愚者本身是塔罗牌的主牌，其次，寻找或者说通缉他卷者的组织是极光会。而第一起涉及塔罗仪式的案子是兰尔乌斯案，极光会让真实造物主降临的企图因此被破坏。伦纳德拉了拉黑色的马甲，起身说道。索斯特认真想了想道：“其他案子的线索刚好也断掉了，我们暂时没有事情需要去做。你可以试着重查2起塔罗仪式案。”好啊，伦纳德笑着回应，这正是他想达到的效果，借助一件查没查出结果都无人在意的案子，获得一定时间内的行动自由。下午2点50分，福尔斯瑟瑟发抖的从阴冷的街道上返回住处。不是他想在这种潮湿寒冷的天气外出，而是家里储备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而修为了抓捕一个逃犯，以领取赏金，追向了普利兹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他总是本能的追寻，抓捕逃犯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扮演了。福尔斯抱着大大的牛皮纸袋，习惯性掏钥匙打开信箱，抓出了里面的信件和账单。进了房间，放好食物，脱掉紧紧裹住的厚外套，福尔斯翻看起了那些信件。忽然，他眼睛一亮，因为有一封信来自他的老师多里安·格雷。他晋升系法大师后，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情写入信里，邮寄给多里安·格雷，希望得到老师的祝贺和后续的指导。但好些天过去，他始终未能等到回信，一时有些担心，想着要不要去普利兹港看一看。福尔斯快速拆开信封，浏览起来。很抱歉，现在才回信，我之前离开了普利兹港一段时间，为了为亲属的葬礼。你的天分让我欣慰，或许你心里藏着的那些故事帮助你完成了更好的扮演。等你消化完系法大师魔药，我再提供序列期占星人配方和一定的材料外，还将送你件礼物。系法大师的扮演重点在表演和愚弄2个单词上，愚弄也能用欺骗来代替，这都是经过一代代非凡者验证的事情。你可以参考另外途径的诈骗师和魔术师，他们名称的含义在某些方面是相近。福尔斯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眼壁钟，快步走回卧室，反锁住了房门。每周一次的塔罗会即将到来，没过多久，他眼前深红光芒如水涌出，淹没了一切。古老神秘的宫殿内，福尔斯正要望向愚者先生，忽然瞄到身侧多了道人影。那个位置之前一直是空着的。新的成员，一位女士。魔术师福尔斯眼珠微动，假装不在意的半转了身体。又有位新成员，还是女士。正义小姐正要起身问候愚者先生，突的看见了一道陌生的身影。她有些疑惑又期待的发现了个问题，那就是女性在同一侧，男性在另外一侧，这应该愚者先生有意的划分，不知道有没有象征意义在里面。左侧是女士，右侧男性，不左不右的是不能以性别来定义的神灵愚者先生啊，对，还有世界先生，呵呵，难道他也不男不女，甚至不是人？奥黛丽，你想太多了。正义站起身，语气轻快的行礼道：下午好，愚者先生。第84章衣物细节。面对正义小姐让人心情愉悦的问候，克莱恩嘴角微翘，轻轻颔首，算是回应。他正待为大家介绍赢者女士，并为赢者女士介绍大家，却发现正义小姐毫不停留，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侧。下午好，倒吊人先生。这一次他未再按照塔罗牌的顺序，而是遵循起入会先后。这么一轮招呼打完，赢者女士也就认识大家了，不需要我这位愚者先生另做介绍。正义小姐明显是故意的，真是有心啊！观众领域的非凡者只要认真起来，在这方面就是不一样。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恍然，暗赞了一声。与此同时，倒吊人阿尔杰一边回应正义奥黛丽的问候，一边谨慎地打量起新入会的成员。女性勉强能看出穿的是黑色长袍，上面还有不少花纹，发色为黑，眼睛隐约有点发紫。阿尔杰勉强从对方模糊扭曲的形象里寻找特质。忽然，他心头一沉，脑海内浮现出了几个月前在海盗大会上看到的一幕场景。洒落的星辉在巨大帆船和岛屿深处的宫殿间奇妙地构建出了一座璀璨的长桥。身穿黑色巫师袍的星之上将加德利亚漫步于半空，腰悬星象仪和短权杖等物品。
而那个星象仪的感觉很像阿尔杰得到过的类似天气瓶的古怪东西，后者在他被愚者先生拉入聚会后就诡异的、巧合的破碎了。难道是他？外形上有些相似，不过星之上将有佩戴眼镜，他没有，无法确定，有待后续观察和寻找证据。可惜我只是远远看了他一眼，了解并不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小心一点，交流消息的时候尽量不要透露任何涉及我真实情况的细节。世界是愚者先生的眷者，被他知道身份和被其他人其他成员知道是绝对不同的。经过海神之事，愚者先生的力量大幅度复苏，都可以拉一位海盗将军级的强者了。倒吊人阿尔杰心里闪过了一个想法，坐姿都略微改变。倒吊人先生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很戒备，处于防御状态。他认识那位新来的女士，或者猜到了点什么，真是让人好奇啊。正义奥黛丽的目光不着痕迹的扫过，投向了太阳戴里克。这个时候，隐者加德利亚也在谨慎而认真的根据招呼的顺序审视塔罗会的成员们。他眸中神秘的紫色缓缓的、难以察觉的流淌，虽然无法真正看穿那种模糊和遮掩，但却能辨认出其他人的衣物细节。倒吊人，壮年男性，30来岁，头发比较凌乱，像是海草，呈较为少见的深蓝。这是水手途径常见的一种变异。他穿着有风暴和海浪花纹的长袍。风暴教会的人，加德利亚瞳孔微缩，不露异常的移开了视线，继续打量其余成员。太阳，年纪不大的男性，也许还未成年，衣服风格罕见，有古朴的美感。他相当谨慎，适合格斗，是这方面的非凡者。世界，不是老者，也不是少年，气质阴沉，穿的是戴兜帽的长袍。咦，他有种非活人的感觉，这类似塞尼奥尔，还是钢铁麦维提，或者别的我不清楚的序列。魔术师，年轻女性，穿常见的鲁恩风格裙子，除了有些慵懒，没什么特点。这种人是最容易忽视的那种，所以更应该加倍关注。月亮，年轻男性，坐姿很随意，黑发，红瞳，穿的是大地母神的教士袍。这样的组合似乎只有一种可能，一个吸血鬼。愚者先生塔罗会的成员果然都不是那么简单，仅初步判断就涉及2大教会。隐者加德利亚收回视线，与刚好望来的正义奥黛丽目光接触，察觉到对方的询问意图，他轻轻点头道：隐者加德利亚用的是古福萨克语，刻意为使用更习惯的因蒂斯语和鲁恩语，之前与愚者先生交流时也是这样，并且他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愚者先生之前告知的会议时间是贝克兰德时间的周一下午3点，这是否说明参加聚会的成员目前以鲁恩人为主？加德利亚对此有自己的判断。正义奥黛丽浅笑回应：下午好，隐者女士。她有注意到对方刚才的那些小动作，在心里做出了简单的总结。一位相当谨慎的，在超凡世界经验丰富的女士，沉静但不内向，对自身观察力或与眼睛相关的某些能力很有信心。而衣物风格和腰间悬挂的短权杖等物品初步说明他的序列途径更偏向神秘，这有待验证，也许只是爱好。与此同时，隐者加德利亚也看清楚了正义小姐的衣饰，她戴着2个垂下的耳环，坠子小巧精致，镶嵌着品质极高的祖母绿，这非常衬她的碧绿眼睛，价值明显不菲。她脖子上的项链风格独特，点缀着短暂难以数清的钻石，却不显得浮夸。她米白色的收腰长裙简单却美丽，剪裁得体而优雅，像是大师级时尚设计师的手笔，一处处细节掠过，加德利亚忍不住闭了下眼睛。17、18岁的少女，非常富有，动作仪态疑似地位不低的贵族，鲁恩贵族。加德利亚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叹息的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正义奥黛丽一轮招呼完毕，无需克莱恩另行介绍，塔罗会原本的成员们都认识了隐者女士，也被隐者认识了。刚有坐稳，奥黛丽又一次转向青铜长桌最上手。愚者先生，我在外地只搜集到了伊叶罗塞尔日记，上次聚会时他提供了2页，还差2页就能偿还掉债务。但身在庄园的他，哪怕经常去城里做客，也只是搜集到了1页。另外，因为新成员隐者女士的加入，他谨慎的未提心理炼金会，未提贝克兰德，未提东切斯特郡。罗塞尔日记，加德利亚险些控制不住的快速扭头。
望向同一侧的正义小姐，她清楚的记得那高挑而美丽的身影曾经叹息过。那不是笔记，是她的日记，但除她之外，不会再有人能看懂塔罗会的成员们知道罗塞尔笔记是日记。愚者先生在搜集罗塞尔日记，他在做这方面的破解，想寻找那段历史里隐藏的秘密。这更像是一位复苏的股神了。加德利亚心中泛起了一个个又疑惑又震惊的念头。他保持住表面的沉静，只是正常的侧头观察起第一笔交易。经历过不少事情，一步步成为7大海盗将军之一的他，明白刚加入塔罗会的自己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多听少说。愚者先生，我拿到了3页。魔术师福尔斯微笑说道，这是多里安·格雷随信寄来的。上周的聚会里，因为老师没有回信，且天气太冷，未出去参加非凡者聚会，他一夜都未能提供。太阳戴里克紧随其后道，愚者先生，我有抄录新的古神传说，则每次都拿古神传说来敷衍。月亮埃姆林鄙视的瞄了太阳一眼，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太阳虽然声称白银城，愚者先生似乎不是在破解，他能读懂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他到底什么来历？真实身份究竟是谁？隐者加德利亚心中突然涌现出难以言喻的惊骇和恐惧，他忙收回目光，看向青铜长桌，仿佛在记忆表面的古拙花纹。隐者女士对愚者先生能解读罗塞尔日记的反应超乎了我的想象，她对这件事情很在意，还是本身有涉及相关方面？正义奥黛丽若有所思的抿了下嘴唇，虽然对方演示的很快很自然，但对观众途径的序列期而言，这依旧足够明显。克莱恩有察觉新成员隐者女士的异常，因为他也想看一看掌握着诸多知识的摩斯苦修会成员对此会有什么反应，结果让他颇感诧异，会不会太剧烈了一点？克莱恩没时间多想，视线投向了第1页罗塞尔日记第85章事情的源头。4月9日，刚从瓦林安伯爵夫人的假面舞会上回来，心里突然有些空虚。一个女人，又一个女人，单调又机械的动作，难以分辨的香水味道，肢体纠缠的温暖，只能换来那么几秒的愉悦，接着就是没有尽头的无聊、厌恶、空虚和麻木。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乐趣？每天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个。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必须摆脱这种堕落的状态。还有，自我提醒一句，不要习惯性在日常位置写阿拉伯数字。大帝，你也有反省和文青的时候，这不符合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啊。克莱恩看得险些微挑眉头，他目光下移，落到了第2则日记上。4月11日，瓦林安伯爵夫人邀请我参加一个私密的沙龙，她告诉我，茱莉亚夫人也会参加。哈，这位从鲁恩嫁过来的保守金发美女也会参加，真是期待啊！我幻想她在床上的样子已经很久了。愿她的丈夫德利恩子爵先生不要介意。大帝，你忘记前天写的日记了吗？真香，对吧？还有，你错别字了，介意。克莱恩忍不住吐槽了2句。4月14日，最近参加活动太频繁，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不是小事，虽然我还年轻，但也得预防这方面的衰退风险啊。节制。考古学家是提高了我的体魄，有效增强了一定的能力，可是这并非他的专长领域，属于顺带。继续提升序列，之前魔药带来的变化应该也会加深，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据说药师们能调制没什么副作用的药剂，或许我得找几位来咨询一下。还有，真的要节制，放纵只会导致阈值不断提高，满足程度反而不如正常。静下心来想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人类总是这样，被欲望束缚，看不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为什么会穿越过来？头顶的星空深处又藏着什么秘密？最初的意识从哪里来？自我认知如果单纯来源于意识，那我在黄涛这个身份之前又是谁？最本质的部分属于谁？大帝，你这是在向我阐述什么叫事前色如狼，事后哲学家吗？嘿，你也有那方面的担忧啊？我还以为你固化了某些属性呢，幸亏你没把中文教导给你的孩子。应该没教，否则他们看到这些内容后会怎么想？查拉图预言你长女贝尔纳代将与你反目，背弃你，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不教导他们更多是一种保护吧。克莱恩成功被罗塞尔的日记逗乐，
但表面却没有任何变化。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于他而言，既是知识书，也是笑话集。念头一动，克莱恩翻到了下一页日记。10月2日，查拉图再次来拜访我，他希望已经进入半神半人领域的我能够履行诺言，帮他从教会窃取出那件危险的封印物。那是一本来自第4纪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一分级封印物。看到这里，克莱恩瞳孔难以遏制的缩了一下。这应该就是密修会后来丢失的那本笔记，这应该就是导致克莱恩莫雷蒂死亡，让自己借助对方尸体成功苏醒在这个世界的那本笔记。这是所有事情的源头。原来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落在密修会手里，反倒被封印于彼时的工匠教会后来的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内部。查拉图通过罗塞尔大帝成功窃取到了它。对了，蠕动的饥饿内那位密修会成员很畏惧查拉图，认为他是一个不死的不正常的怪物。这是否说明查拉图借助笔记获得了一定的好处，但又发生了意外，从可以和罗塞尔正常交流的人变成了怪物，所以之后才会有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丢失。当然，不排除是查拉图故意让他丢失的。因为查拉图变成怪物，密修会失去了所有美人鱼，导致之后的无面人都得冒险出海。罗萨哥成功是因为尝试着进入了神战废墟演化的那片海洋。一个个想法在克莱恩脑海内闪过，让他的内心异常凝重。他并不据此认为自己遭遇的安提戈努斯笔记之事与罗塞尔密切相关，因为他一直猜测的方向是非凡特性聚合定律，后续发生的某些细节也符合类似的逻辑。都涉及占卜家途径的高层次吗？克莱恩余光微扫，将安静延伸、无边无际的灰雾收入了眼底。会是他导致的吗？他再次于心底询问自己。稳住情绪，克莱恩继续浏览起日记后续的内容。我得视情况而定，如果容易窃取且没什么暴露风险，我会试着做一做，反之就当没这回事。即使查拉图揭发我也没关系，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序列、影响力，只要愿意回头，愿意悔改，教会都不会对我怎么样。这一页的另外2则日记记录了罗塞尔构思窃取方案的心路历程，但看起来都没什么成功的可能。不过克莱恩知道，他最终拿到了那本笔记，交给了密修会的首领查拉图。略作沉吟，克莱恩翻过了这页日记。12日10日，又一次参加那个古老隐秘的聚会。聚会上，我发现他们对第4纪所罗门帝国抱有极大的敌意，而且很一致。我提出了这个疑问，赫密斯老先生爽快地告诉了我答案。在第4纪时，所罗门帝国的盟友和支持者是真实造物主，这很真实。我忍住了询问第4纪历史里我们这个组织究竟做过什么事情的冲动。但离开那座宫殿，于梦境里返回时，我发现赫密斯老先生这次的路线与我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位从大灾变前活下来的古老人类肯定知道很多。我套了下近乎，诚恳地请教了他一个问题，那就是组织为什么痛恨真实造物主？仅仅因为他使用了造物主这个神圣的名号吗？赫密斯老先生呵呵笑着说，我们不是这么肤浅的生物。他反问了我一句，你清楚牧羊人具体的能力吗？当然，我是这么回答的。他意味深长地再次问道，如果从目前所有的神灵里挑一位出来，往全知全能的主发展，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我心里闪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能吞噬、放牧、驱使其他序列者灵魂和特性的牧羊人途径，而这条途径的尽头正是真实造物主。原来是这样。这一页虽然只有这一则日记，但信息量很大啊。所罗门帝国原来属于真实造物主阵营。那个图铎家族的地下遗迹内有6位正神的人形雕像，这虽然无法肯定他们是在崇拜神灵还是亵渎神灵，但可以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6神有参与3大帝国的事情，后期更是与特伦索斯特王朝关系密切。3大帝国代表3个不同的神灵阵营。克莱恩试图以自己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知识解读上一季隐藏的真相，但眼前依旧迷雾重重。对于赫密斯这位最古老的神秘学大师的问题，克莱恩的答案和罗塞尔接近。随着序列的提高，牧羊人途径的圣者和天使，能放牧的灵魂能使用的非凡能力会越来越多。到了最后，如果真实造物主能放牧另外21条超凡途径对应的神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等于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了。序列途径里还藏着不少秘密啊。克莱恩翻到了第4页日记。
这页日记记载了罗塞尔服食完通视者魔药后的行为。他大量阅读，大量学习，将基础夯得非常扎实，将知识广度和深度都提升到了新的层次。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娱乐，学习就是他最大的娱乐。其中一则日记内，他是这么写到的：当一个人确切的知道自己努力后必然有收获，并能直观的看见收获有多少时，那他肯定会像我现在一样疯狂的努力。这个道理不就是很多游戏的本质吸引力吗？克莱恩翻过最后这页日记，阅读起小太阳提供的股神传说。整个过程中，巍峨宫殿内一片安静，无论正义还是月亮，都在思考等下要交易什么，交流什么。隐者加德利亚初次遇上类似的情况，却一点也没有局促和不安，反倒认真分析起这种场景透露出的信息。这不是第一次发生，愚者先生有在塔罗聚会上阅读罗塞尔日记的习惯，成员们在主动或被动的为他搜集，但不确定是否有提前支付报酬。他真的能看懂罗塞尔日记，在寻找历史长河里沉默的那些秘密。刚才那位太阳有提到他上交的资料是古神的传说，这与我之前的猜测初步吻合。此时克莱恩已大致浏览完了新的古神资料。在第二季，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每位古神都有附属的神灵，就像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和他的孩子噩梦之龙阿勒苏霍德一样。